这人也太出众了，这人比传闻里还要好看。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周若山那个案子，情侣怎么看？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Ooh. 你好，喂，周小姐，你好，我是时装，是秦律的助理。秦律在处理医闹纠纷时受了伤，能麻烦您过来做个伤口处理吗？秦律说了，他不想让您多想，就算昨天晚上帮周二少保释，并且安排校主任安排他回学校，并且呢，在秦家管家为难您的时候替您解围，你也说了，您会报答他。但他呢，他绝对不是那种携恩图报的人呐。位置发我马上过去。周小姐，有劳了。为什么发生了？玻璃杯。你学的是中医？西医。啊，我以为你离那么远，是中医里望闻问切的望。伤口需要缝合。我没带麻醉，可能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命运的齿轮让我们重逢，无声的守候，换你一次回眸。我假装忘了时间，站在相隔的一线，心跳声太明显，怕你听见。麻烦秦律配合一下。可以吗？But you don't let me out, my love. But you don't let me out, my love. 曾经你看着我，对我说不完的以后的生活，才反过选择。好了。
秦律，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周和，你倒也不必对我处处提防。先不说你跟秦衡那层关系，即便你是单身，我对霸王硬上弓这种戏码也没什么兴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晚是你先亲的我。嘴毒成秦晋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他舔一下自己的嘴皮都会当场毒发生吗？周小姐，施助理，麻烦您了。医者仁心，更何况秦律对我有恩，于公于私都是应该的。喜欢的人就要放在床上，放在心里，太内耗。你早上请假了？那个闹事的患者家属安抚好了吗？没有。Your voice pulls me home. Is it mercy or sad? Either way, you light my fire. Hold me through the storm tonight. 怎么？ Your warmth turns darkness bright. 没事，你脸 tender, I can't explain, but you wash away my pain. 伤口目前来看没什么问题。可是你还没有检查完呢。伤口如果有化脓之类的病变，纱布周边或者是覆盖伤口的纱布处会有外渗。我刚检查过了，没有。是吗？秦律，专业知识这方面我还可以。如果你信不过我的话，你可以去让主任重新给你换一个主治医生。我自己的未婚妻就是我所在科室的医生，我还用得着找别的主治医师，合适吗？如果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联系我。下午我妈会过来，你如果有空的话就过来一趟，我把你介绍给她。我跟秦衡还没有解除婚约。不重要。阿姨会不会不高兴？不会。我娶谁对于她来说不重要。秦晋是我未婚夫秦衡的堂弟，失了他，完全是个意外。周和，你见过谈恋爱2年只牵手的吗？你要是不喜欢我就早说，我们俩谁也别耽误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你爸都进去了，父母之命，我们俩可听可不听。如果我爸不进去，秦衡怎么敢？什么情况？什么？明知故问嘛！你别告诉我，你没认出来刚才那个女人是周航？不是，你认出来了，你是故意的。大哥，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非招惹她干什么？她是秦衡的人。再说了，如今他们家都……确实是个大麻烦。啊。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挑黄道吉日，你不会真要嫁了吧？挑个好日子嫁了，倒还不如找个好日子死了算了。我就说嘛，秦娥是个什么货色，你又不是不清楚。听说他身边有个跟了他4年的秘密情人，2人连孩子都生了，1儿1女，阖家欢乐。周叔叔那边什么情况啊？还是那样，你找的那几个人都不行。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没事，再想想其他办法。今晚本来想离经叛道一把，没想到命运也挺离经叛道的，居然遇到了千金。回汹涌的午夜，往事随着月光蔓延。果然，人在走背运的时候，一场偶然的遇见，地穿天旋，注定的沦陷。第一次。和钱钱应该不会再有交集。 When the time is right, and you realize that it will be alright. 周和，你还以为你是那个周家大小姐呢？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和流浪狗有什么区别？周和，求我。说，姐，我打架进局子了，你能不能来一趟？地址？城西新街这边。知道。哎，姐，你跟秦二少熟吗？秦二少，秦晋，怎么了？对方的律师是他。人怎么能背到这份上？你小子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居然敢对我动手，你他妈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呸！杂碎，老子等着你！妈！哎，干什么？对，你们俩给我安静一点，这里是警局，不是菜市场。你是周东什么人？姐姐。钱衡的律师在外面，对方现在的诉求是不和解，要求拘留。谢谢。哎，这能不能和解，在你自己。及时做处理了吗？没。谢谢姐。待会儿再跟你算账。周和，
你眼睛瞎了？你看不见我也受伤了吗？我秦律，你下去，让他上来。撕裂伤可涂抹。如果太严重的话，医者不自医，还是要及时就医。秦红的事，分享怎么解决？江上，秦恒不同意和解。秦恒不同意和解。秦恒不同意和解。秦家家大势大，不缺钱不缺物，要拿什么动摇秦恒的决定。换做以前，或许还能借着我爸的名头压一压，如今呢？Don't you love this chasing game? Don't you love it? 忙我帮了， Make my heart beat sing. 这是送给周小姐的礼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别多想，你身上没什么值得我。这点小忙，就当做是我夺了周小姐第一次的补偿。谢谢。姐，那个秦恒快气死了，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表情有多难看。周小姐，夫人让你和小周先生去趟秦家。姐，秦家肯定是……周总明天还要上学，我一个人去。这恐怕……赵管家，周小姐他们姐弟今天坐2少的车回秦家。周小姐，请上车。前有狼，后有虎，都不是什么善茬。哇哦！周小姐，时间不早了，明天周宗还要上学，先送他回学校。姐，什么情况？姐，你不会还生气吧？打人虽然是我不对，但是我打对人了呀。姐，你……周小姐、小周先生，要不先休息一会儿？这是嫌我聒噪啊？好，谢谢2少。
周小姐，夫人说大半夜进出警局会沾了晦气，让你呀挎个火盆，留条净身，去晦气。周小姐，你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9点我还有台手术。如果阿姨很忙的话，我就改日再来拜访。周小姐，刚刚夫人说什么？说要为难我，还是要给我难堪？周家如今在风口浪尖上，一点小事就会被传得沸沸扬扬。我无所谓，反正破罐子破摔。可秦家，周小姐，这边请。周小姐，抱歉，是下面的人不懂事儿。您放心，等夫人回来，一定好好教训他们。阿姨有心了。秦律，这周小姐够聪明的哈，这种情况下还能反将秦夫人一军。确实够聪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像他说的，大不了破罐子破摔，他能摔得起，秦家能不能？那我们最近熬夜办案乏味，正好看看戏，解解乏。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有生之年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白眼狼，偏不如他的愿。周小姐，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仗义每多图宝贝，负心多是读书人。感谢的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更多的是言行合一。不可能里面的可能，还在平行宇宙藏身。刚刚的事算我欠你2份人情。二少的好意我心里靠近看到你的眼神，只是各取所需。从心底里开始是晚冰冷，坠落过程沉默无声。这一晚那2个不懂事的把你2个懂事的折腾得够呛。陆毅，要我说呀，你就直接跟秦衡取消婚约，那个臭小子压根就配不上。感情的事儿，情投意合最重要。是，快坐吧。爷爷最近总是念叨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多去庄子上陪陪他老人家。再说，你这孩子，爷孙哪有隔夜仇啊？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就准备着手接管秦氏了。
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就准备着手接管秦氏了。二少爷如果接管秦氏的话，那再好不过了。前几天夫人还跟我们几个下人在念叨，说大少爷不如二少爷有本事呢。我会慎重考虑的。这秦家二少倒真比秦衡更合适。时间不早了，有点累了，你们两个也早点回去休息吧。陆姨，那我就先走了。眼中钉，肉中刺，一个就够了，居然还两个一起来，多嘴！周小姐，你是回家还是去医院？我送你一程啊。不用，谢谢。没事儿。时装，周和，我对逼良为娼没兴趣。好女人志在远方，心中有苦从不声张。不瞒大家说，我活到现在，什么都能直视，唯一不能直视的就是原相机，见光死。走了。才短短40分钟手术，你就被榨干了？年纪大了都这样。这是不是就叫破碎感？破碎感没有，破产感倒是挺多。我听周宗说了，他昨晚又给你惹麻烦了。姐妹，我心疼你。没事儿，想不通呢都是事儿，想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上位者低头，还是机遇者纵跃？都不是，那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伦理。神经刺激！奇怪，这里是职场，你以为是你家？我又不是你妈，凭什么替你背锅？你信不信我让你卷铺盖走人呢？信？怎么不信？这么大一个医疗事故都能有人替你兜底，我可太信了。你有本事再说一遍！真是蛇鼠一窝，一个破落户，还有一个穷八蛋，真般配啊！你确定你那场官司能稳赢？人有多大的脸就现多大的眼，这点你还是得向我学习。身处风口浪尖上，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不然，你以为你是性格张扬、桀骜不驯，落在别人眼里，你不过就是马戏团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周和，别这么叫我和你没那么熟。这里是职场，我希望你叫我周医生。你爸爸被抓入狱，医院里谁不知道？知道又怎么？你就不怕丢人？何止觉得丢人啊！我甚至想一头撞死，可撞死太多，我当场不烧活人，我也没有执我凭自己的医术，我干干净净做人做事，还轮不到别人来指指。
不知道那个振宇是不是疯了？他居然跟我说给我50万，让我替上背锅，我不愿意，他就跟我吵了起来，还骂我不识好歹，气死了，气死了！他疯没关系，你别跟着他一起疯就行。我又不是有病，只不过今天连累你了。那今晚的酒你买单？那不行，情义无价，你怎么能用金钱衡量我们之间的友情啊？谈钱伤感情啊？不，谈感情伤情。早跟你说过了，不要相信出租屋爱情啊！分了。原因？出轨。对了，他还给他这段出轨冠了一个美名，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和秦衡怎么样了？表面你来我往，私下兵戎相见。我刚刚好像瞧见秦衡了，就在外面停车场，跟秦静在一起，好像是在求秦静办什么事儿。你爸爸的事儿求秦家没？秦家答应帮忙了吗？我出去抽根烟。真是讽刺啊！我学了一辈子医，救过那么多人，却救不了我爸。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个普通人。哎你，接个活。周小姐，你识相的话，就把那些东西都交出来。俗话说得好，周和，老钱，这人家姑娘似乎对你示好，不买单呢。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品味？没办法，我们家就这规矩，这祖辈往上倒3代，这穷怕。这现在啊，恨不得把我有钱这3个字刻在脑门上，这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发了财。哎，老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比如人妻。少说话，多做事，别让嘴贱成为你人生路上绊脚石。这前几天老齐我们还打赌说你睡了周和，我这本来还不信，结果今天这么一看呢，是周和睡了我，不是我睡了他，我是被迫的。哟哟哟，还他睡了我，你是怎么弄的？原告打的，这以你的身手不应该呀。哦，你是故意的呀。周小姐，你识相的话，就把那些东西都交出来。到底是要交出什么？呵呵，有事吗？
秦家那边你说了吗？他们怎么说？我还没说。怎么还没说？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么久了，就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吗？呵呵，你能不能上点心？我就一直觉得你是女孩子，不懂事，也不分个轻重缓急。这如果年长的是小宗的话，这种话，从我记事起到现在听过不下100遍。我考试满分不值得一夸，周宗撒尿远，全家都要开表彰大会。你这周家的浑水，我劝你别趟。这事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有多复杂？比你二舅死了，你大舅妈殉情，你二舅妈变成大舅妈还复杂。你是不是不能吃巧克力啊？怎么说？巧克力含有可可碱，不适合犬科。要不咱俩能玩一块儿去呢？这还是同类了解同类。可靠吗？我有人格担保。说点信得过。这消息要不准确，我涂家可以破产。我打算娶周和，你怎么看？我打算娶周和，你怎么看？不是大哥，我刚才说那一堆，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这周家的事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啊！这周乐山挡了别人的财路，这被别人栽赃陷害了。这要是普通的栽赃陷害就算了，这周乐山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这样的人都被拉下马。你好好想想，这背后的人，说上一句权势滔天也不为过呀。那岂不是正好？什么正好？正好趁人之危。你什么时候对周和感兴趣的？老谢，你明天我打算见面周乐山。这自古以来，婚姻都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若是得不到双方父母的祝福，一般都不会太幸福。呵呵，你快来一趟！怎么了？家里进贼了，这客厅被翻得乱七八糟，还砸了很多东西。你识相的话，就把那些东西都交出来。这要是你爸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算小宗在家，那些人也不敢乱来。这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家就是不能没有男人。周小姐，秦律邀请您跟周夫人上车。秦律想跟您聊一些私事儿，有关秦周两家的婚约，还有周先生的事儿。多谢施主。都是我应该做的。妈，先送你回去。这位是秦晋，秦衡的表弟。倩姨，抱歉，没能亲自下车。前2天受了点伤，担心被有些人知道，传出不好的风言风语。没事没事，这都是一家人，解释这些多见外。是，都是一家人。秦衡想和你退婚。秦律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我今天去探望了周叔。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如果没有秦家的庇护，你、倩姨还有周宗出事是迟早的事。秦衡要和你退婚，陆婉那边不会阻拦，秦家也不会阻拦，也是迟早的事。
还真是句句扎心。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主动提退婚。周伯，寻求秦家的庇护而已。秦家能跟你联姻的，可不止秦衡一个，比如我。我们像两颗偏离轨道的星，偏偏在银河的角落里。我母亲病危，想在临终前看着我踏入婚姻的殿堂。考虑一下。伯贺啊，刚刚石助理安排了4个保镖来保护我，你不好意思说的话，我替你说了。我跟石助理说，让他转告秦晋，让秦家想办法把你爸救出来。一个人到底得天真成什么样子，才会觉得2个非亲非故的人，在他对别人毫无利用价值的情况下，还能颐指气使的要别人对他伸出援助之手？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周和，郑大小姐那件事发酵的厉害，医院有心想把这件事悄无声息的压下去，谁知道那患者家属也不是善茬，直接把这件事捅到了媒体面前。如今院方对外宣称郑雪只是实习医生，那就务必得有个主治医生站出来背这个锅了。小周，你和小关资历最浅，你们想……我明白，谢谢。看来我和关月是背锅的好苗子。周医生，周医生，关医生和李军人在办公室吵起来了，你快过去看看。你给我出去！我就不！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再给我说一遍！让你做你就去做。看见什么好看的？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再说一遍！你就给我去做！我就不去！你说呀！你给我拉出去！我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不能出去！给我出去！那我不准备干了。老李是想让我背锅，要是想让你背锅，你不会发这么大火。你说这件事秦家护得住我吗？肯定行啊，这还用说？可秦家那就行。你疯了？我没疯。没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着四六的话？如今的秦家别说护着你了，恨不得你行差踏错，好抓住你的把柄逼你退婚。这你就别管了。呵呵，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哎呦，烦死了！没事儿。小周，你郑雪的锅我不会背，关月也不会。小周，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赔偿款的事情，院方会负责。你只需要站出来承认这件事情是你的过失，这件事就过了。你放心，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影响到你在医院的岗位，也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晋升，而且你将会成为院方未来重点栽培对象。既然什么影响都没有，既然听起来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让郑雪自己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过失呢？小周，你别上纲上线，我告诉你，老公，我恐怕要给秦家抹黑了。医院这边出了点丑闻，院方想让我背锅。我来处理。受委屈了？有点。
没想到秦家还认周芮这个姓。有点。我现在过来。好。小周，夫人，秦家保我手机里的东西保关羽。院长，出事儿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的情况想必不用过多介绍了，麻烦事一堆，烂摊子一堆。你呢？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又或者说，介于我们俩现在的关系，有什么事是需要我知道配合的？你喜欢秦昊吗？我跟秦家大房不和，我父亲去世跟大房有关，我母亲如今瘫痪在床，跟秦家也脱不了关系。我没什么需要你帮忙。如果非要说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做好你的秦太太，别给我戴绿帽子。就这样。就这样。那我们这段婚姻关系需要维持多久？什么？刚签结婚协议就想着解除婚姻关系，确实不太礼貌。没什么，我们俩的关系先别对外公开，等我和秦衡退婚之后，再对外公开我们的关系。我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交。我决定嫁给秦晋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工作期间别闲聊，认真工作。你这是舍身入局，就不能是情投意合？听说他那个人冷血无情，你真的要嫁给他？方医生，我老公身上痒，你能过去看下吗？我马上过去。好。搞定了。沙啦啦啦，沙啦啦啦。你喜欢这种？沙啦啦啦，哎，钱律师，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锅甩到小周身上。小周的孩子我知道，做事认真，医术高超。张院长，京都这个地儿人脉盘根错杂，做人不要太势利。有些人表面是实事，不代表着真的实事。是。一个女人如果给你发撒娇的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很可爱会动的表情包，动的时候还有2颗爱心。干杯！你跟秦晋什么情况？
各取所需。展开说说。我需要一个人庇佑，他需要一个妻子。就这样？姐妹，你肤白貌美大长腿，我承认。但你说秦晋想找个女人结婚，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难道他看上我的腰子了？该不会是看上你的人了吧？毕竟你们俩都……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情节连现在小说里都不会写。我们拭目以待。那要不要再打个赌？别，你还是离他远点吧。就算他对你威逼利诱，你也一定要坚守本心。他嘎你腰子了，比嘎我腰子还吓人。你跟秦衡联姻那么久，就没有听说过有关秦晋的八卦？没有。简而言之，就是恶名昭彰。先不说他打的那些官司，就说说秦家的家事。秦家之前一直是秦晋他爸在管，这你知道吧？不知道。就你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哪天被人嘎腰子你都不知道。据说秦晋他爸是经商奇才，秦老爷子重点栽培对象，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越过了他大哥，成为了秦氏的一把手。然后呢？6年前死了。大房动的手？不知道。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在后面。秦晋的大伯，也就是秦衡他爸秦景山，在秦晋他爸秦景川死后当天晚上发生了车祸，活生生一个人直接撞成了植物人。据说是秦晋做的。哥哥，你也不用太害怕啊！我跟你说，流言蜚语害死人啊！还好现在判刑有法律，法律讲究的是真凭实据，不然就秦晋这些谣言，枪毙他800个来回都不够看。我看你是3观跟着5官跑，我要是3观跟着5脏6腑跑，岂不是更吓人？喂，老婆。他那边应该是有事。怎么了？我喝多了，你能不能来接我？在哪？望山阁。好，我等你。怎么了？希望待会儿别演砸。我去接个人，现在。你又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请客。庞总，来。在这一瞬间，熟悉的画面。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哎，二哥，是你女朋友啊？先走了，你们喝点茶解解酒。
谦哥，我瞧这个妹妹有点眼熟。你瞧哪个妹妹不眼熟啊？不是，是真眼熟。行，吃。还能走吗？总觉得他是故意的。慢点。周华，你什么时候跟秦恒说清楚？现在还不是时候。念念不忘？不是，那就是压根没有忘。秦锦，你的爱好是什么？我们有吗？你。啊？怎么感觉好像是我遗弃了他？秦律，说，调查清楚了，周乐山那边藏的是一份名单。难怪那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光天化日对周活动手。秦律，那周小姐那边，保护好她的安全，别阻止她调查真相，也别把真相送到她面前。是。阎王一笑，生死难料。谁？你是？我是8303的住户，你们家打架了呀？没有。没有吗？我刚刚洗澡的时候听到你这边一直在砸东西。哎呀，你这是遭贼了！不好意思呀，我刚搬来，以为你这边住的是小情侣，刚刚在打架砸东西呢。要是我早点来的话……没事儿，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不要报警？不用，没丢东西。那就好，那就好。远亲不如近邻，咱们单身女性相互关照，加个微信吧。好了。情侣，您猜的没错，周小姐这边确实出了点问题，家里好像被盗了。知道了。您看，把人保护好。您放心。时装，你谈过恋爱吗？没有。那你有喜欢的人吗？秦律，我算了，看你也不像有恋爱经验的人。我记得你27了吧？
这个年龄还没有恋爱经验，不是生理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首先，我没有惹到你们任何一个人；其次，我没有惹到你们任何一个人。这些人到底在找什么？Professor， 周医生，韩医生的事你听说了吗？韩娟没有，他替郑医生背锅了。唇亡齿寒，韩医生走了，郑医生还在，保不齐我们谁会成为下一个韩医生。可不是，一个关系户，搞得大家都人心惶惶。真不知道李主任是怎么想的，韩医生可是元老级别的老医生了，竟然推出来让背锅。韩医生背锅的事你听说了吗？知道，韩医生收了郑雪500万。要不然你以为韩医生为什么替郑雪背锅？消息确切了，韩医生亲口跟我说的。他跟我说，让我们俩别自责，他是自愿的。韩医生还有1年半就要退休了，500万提前退休，离开这个被搅得乌烟瘴气的科室也没什么不好的，对吧？喝咖啡了。感谢周老板赏赐。对了，你跟晴晴什么时候结婚啊？今晚秦家要举办一场晚宴，大房那边为了不落人口舌，一定会邀请你。不过为了不让你心存妄想，他们一定会明里暗里给你难堪，你要做好准备。他是怕我被人使绊子，还是怕我丢了他的面子？哎，在意，晴晴打来的，眼瞎，想你了，想死我了，不会是想你死吧？当初老师没选你当语文课代表，我一直都有替你打抱。那你看，能力在这儿，老师不懂因材施教了呗。小关子，影响到我工作了，归安吧。晚上亲家有家宴，我接你。我自己去。我说了，我接你。好。周可，女人最重要的是矜持。像你这样没皮没脸、一直纠缠不休的，一点都不讨男人喜欢。工资，有时候真不知道我们寒窗苦读是为了什么，辛辛苦苦拼搏一生，终点还不如人家起点高。我本以为像韩医生那样的级别会有所不同，现在看来也不过就是牛马和高级牛马的区别。和和，我不是说你，放心，我不会多想的，我还不知道你。我就是觉得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官在朝堂搏生死，商为钱财用计谋，台上戏子多露肉，庙里香客磕破头。别说人不分三六九等，就是分三六九等，你10年寒窗，不是让你跨越阶层，而是让你在属于你的阶层里，最大化的活得更好。吃饱喝足，不管发生什么，以不变应万美。哎，那你说郑雪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对我们俩怀恨在心，然后报复我们俩？
他有张良计，我们有过墙梯。周小姐，小助理，秦律在车上等您。谢谢。二哥，你这次一定要帮我！你这次要是不帮我的话，被我爹知道了，他肯定要打断我的腿的。你上次是怎么答应我的？哎呀，我真没撒谎，这次真的是那个女的主动勾引的我。这话跟你爸说去。哎呀，二哥，我保证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发誓。周，别多管闲事。行，那二哥，这事儿你帮我往心里去啊。二哥，你不会跟大嫂是有一腿吧？管好你的嘴。还真是。二哥，你放心，我分得清亲疏远近，我这嘴保证跟焊死的一样严。你很急啊。心恒在上面。这样。好了，差不多3天之后，你就可以。姐姐，阿金，你干什么呢？姐姐，阿金，干什么呢？姐姐，景恒在看。阿金，是哪家姑娘让你这么迫不及待，连房都不开啊？滚！阿金，周和的事儿能不能帮帮我呀？让他不要再缠着我了。你放心，等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实在不行，你就随便找个由头，让他进去吃几年牢饭。滚！做的啥？阿金，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呀！当初说到底，要不是我拦着，那娶周和的人是你呀！这烫手的山芋应该是你接才对啊！呸！什么光棍妓女，这种时候还不是一样？怎么觉得车里的女人有点面熟？看够了吗？看够了就滚！那周和的事儿，我管。好，有你这句话就行。阿健，你要是真喜欢这个姑娘的话，你留着玩就好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动真感情。如果不是什么名门望族的话，是进不了我们秦家门的啊。我先下车。
禁欲者纵欲，是不是特勾人？我现在就只有被捉奸在床的心。你慌什么？秦晋都没慌。我胆子小。你还胆小？你都肩胛两房了。肩挑两房是这么用的吗？哎，听说过那句老话没？不想听。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闭嘴。喂，你去帮我调查个事。我今天看见秦晋了，他身边有一个女孩。对，帮我查查那个女孩。我先挂了啊。怎么这么晚啊？帮一个病人换了一下药。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劝了你那么多次，走仕途或者是经商，可你呢，傻不拉几的，非要当什么医生，有什么好的？累死累活的，既赚不到什么钱，也没什么权利握手里。今晚的晚宴，我跟你说，要不是现在周家出事了，不然……妈的，他现在都是个落户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他还有什么能拿捏我的？喂，我他妈让你调查就调查，你废什么话？你怕什么？真查出什么来，我给你兜底。这些年我没少栽在老二手里面。刚才那个女的，我看老二看得很紧，十有八九啊，身份见不得光。如果真的是有夫之妇的话，呵呵，这回老二可有把柄在我的手里面了。哎，你说如果我猜的是真的的话，咱们圈子里谁这么倒霉，会让老二戴绿帽子啊？像这种作死的，还是第一次见。回忆汹涌的午夜，往事随着月光蔓延。哎，你猜刚才我等你的时候碰见谁了吗？不知道。哼，秦晋。那你知道我碰见秦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吗？偷情。哼哼，周和，男人都是一样的货色，没有例外。晚宴几点开始？你说秦河要是知道被戴绿帽子的是他会怎么想？大概会很高兴。这么病态？因为他终于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秦晋。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秦晋手上栽了多少跟头，才会为这么一点小把柄就沾沾自喜。待会儿进去的时候有点脸一下，嘴甜点。周和，你还当你自己是那个昔日的周家大小姐呢？你现在连屁都不是。要是没有我们秦家，你早就……秦航，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聒噪？俗话说得好，会咬人的狗不会叫。你陆姨，是不是又瘦了？还好。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虽然你爸那边出了事儿，但秦家依旧是你的靠山。陆姨，我知道的。秦家呀，在仁至义尽这方面，那可真是没话说呢。可不是嘛，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落到谁身上，非得退避三舍呀？更何况是陆婉姐。
心善心又美。我当初选择和和当我儿媳，是因为我真心喜欢这孩子，跟周家的权势无关。即便如今周家出了事儿，和和也依旧是我心中最好的儿媳。哎，李太，我先过去了。我当初选择和和当我儿媳，是因为我真心喜欢这孩子，跟周家的权势无关。要我说呀，哎呀，就是陆婉姐心软。这要换做是我，像这种有案底的儿媳妇儿，我可是断断的不敢要的。谁说不是呢？你这母批人呐，这脸皮真厚，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可是嘛，李太太，你跟你的那位健身教练分手了？王太太，你上个月来我们医院妇产科做人流，孩子是王总吗？我怎么记得王总好像2年前就结扎了？我习惯在自己的世周伯，界。我们什么时候结你就婚？像温柔的风，钻进了我的怀里。冥冥之中爱有天意，故事最后写的是你。陛下，我们像2颗偏离轨道的星，偏偏在银河的褶皱里相遇。爱是一念惊醒，早预言了结局。周小姐，今晚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小心。你是？哎呀，实在抱歉，3楼有贵宾休息室，您要不要处理一下？好，请。周小姐，我不是坏人，我大学的时候受过周先生的恩惠，周先生的遭遇我很难过。你说要是你今天晚上死在这儿，是算谋杀，还是算我自卫？周小姐，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你刚刚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爸资助过你。是啊。什么时候资助过你？1个月资助多少？前2年，2500。你确定？周小姐，我知道你最近一定经历了很多事，你不相信我情有可原，但是近2年公司不景气，现金流濒临断裂，老周工资1个月只给自己18000，而我妈最少就要花掉12000，6000是周森的零花钱。你告诉我他哪有2000，我资助你。所以你是谁的？我最近压力挺大的，无论是精神压力还是心理压力，所以我劝你最好跟我老实交代，不然我很怕我会拿你解压。秦家的1楼有监控，我们刚刚的互动应该被拍得一清二楚，是你设局把我引上楼的。到时候要是出了事，我就跟警察说是你引我上楼想要杀掉我，我出于反击把你是周小姐，想说是秦大少爷，他让我把你带上来，然后找机会把你打晕，再什么？再让张氏的张总进来。张氏的张总，那个年过60的糟老头子。只要你刚刚说的，
什么？打晕了，然后带张总下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搞定了。真的？去找张总。是。哥，二哥，不好了，你这个小三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没想到张总来的这么快。秦总确定舍得把美人拱手相让啊？被张总你看上，是这个贱人的福气。秦总不愧是秦老爷子一手带出来的，有魄力。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虎的脑袋更是撞不得。芊芊，想说什么？秦恒给我下套，是去让服务员把我带到休息室里面打晕，再让张总进来。我本来想将计就计，跟他解除婚约的，可现在全被你打乱了。你的意思是我打乱了你的局？什么情况？门锁坏了？会不会是周和锁的？不可能，我的人说了，那个贱人已经晕倒了。那会不会便宜别的野男人？里面有人是吧？里面的人，你最好识相点，把门给我打开，要不然老娘吃不了兜着走。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行，你给老子等着！今天老子不给你扒层皮，我亲自倒过来写。秦总，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张总，张总，赶紧给我带人上来！妈的，不出来是吧？行，有种，你就在里面给我待一辈子。楼侧接人。你要我翻出去啊？我相信你的实力。秦总，秦总。大嫂，你的鞋。嘿，楼上。大嫂，你到时候能不能帮我在二哥耳边吹吹枕边风啊？我这个官司真的挺急的。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怪怪的？嘿嘿，大嫂，你答应了。哎呀，你放心吧，你跟我二哥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四个人知道的。我真谢谢你啊！哎呀，谢什么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再说了，你看，你马上就是我未进门的大嫂了，再加上跟我二哥的关系，我们这叫什么？叫亲上加亲。秦总，秦总，
你老实弄死他！大哥，是你找的人暗算我。既然大哥心里这么容不下我，那我以后离开钱家便是了。大哥犯不着这么狗屎惯子。不是，你们酒店周河没有？是我秦晋从里面出来的。秦总，那个服务生不见了。什么？就是您安排敲晕周河那个服务生不见了。我找人调查他是个孤儿。操！这个红宝石是靳太太的。金太太，秦强的太太，当初好到恨不得要跟我爸穿同一条裤子。我爸出事之后就完美隐身，听说还是举报我爸的其中一位证人。秦晋，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勾结没兴趣，但我对自己太太的事兴趣很浓。秦晋说这番话肯定不是因为对我有好感，恐怕只是担心我这边的突发情况会影响到他。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待会儿散场，我送你。好。爸，你这一辈子辛苦做实业，赚钱的时候总想着救济社会，落魄的时候，大家却都想踩一脚。石庄，给他一点独处的空间。周小姐，请。谢谢。秦律，利益最大化才是真正对对方有利，官司输赢不重要。原告说他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做人可以不聪明，但是绝对不能蠢。如果原告执意想要一个公平呢？5000万不要，只要30万和一句对不起。他如果执意要这个公平，那就给他。是，有些人的执拗真的是不勉强。是。我的水灵。我以为这个我刚刚喝过了。
谢谢。跟秦衡的婚约，你尽快解除。他今天敢设局敲晕你，把你送给姓徐的，明天指不定又要设什么局。周和，我们两个之间算是未婚夫妻吗？算。除了父母血缘至亲，我们算不算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我应该说勉强算。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一直不跟秦衡解除婚约？我要听实话。我觉得我爸出事和秦家有关。我爸在出事的前一晚，曾跟我促膝长谈。他说，他做过最愚蠢的事，就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伤人多奸诈，他却把对方当作挚友。还有，要我自己想办法跟秦家解除婚约。知道了。我没有不自量力到以为我一个普通的普外科医生可以和整个秦家抗衡。我只想知道我爸到底经历了什么。明白。时庄，你觉得周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阎王点卯。他这个人，冷漠是装的，精明是装的，乖巧是装的，温柔也是装的。这是我能听的吗？实际上，他胆小又害怕，脆弱又敏感。总觉得没办法把胆小、害怕、脆弱、敏感这些词跟周和联系在一起吧？开车吧。是。爸，我有能力帮你翻案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周和，人生在世，到最后不过都是黄土一抔，想不想玩把大的？你确定？确定。我孑然一身，说了也没什么。可是以你现在的成就，踏错一步就是满盘皆输。我这个人生性好斗，那就赌一把。那就赌一把。谁让你提前离场的？我同意了吗？你就提前离场。周和，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给我提鞋都不配。你跪下来求我，我或许善心大发，把你当情人养也不是不行。他这是发癔症。人家英雄救美，他如果不英雄救美，我本该顺风顺水的。秦晋听到你这话都有多心寒？怎么？你打算卖友求荣啊？
哎，你还真别说，如果秦晋给我一点好处，比如市中心一栋豪宅，还有一辆玛莎拉蒂，嘿嘿，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的。嘿嘿，到底是谁说我们之间的情谊是无价的？情谊是无价的，但是有行情啊。周医生不好了，是你弟弟受伤了，脑袋流了很多血。周小姐，这次你弟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又是因为那个东西，周小姐想通了，想我把东西给你们，也不是不行。周小姐，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谈判的资本吗？我觉得我现在谈判的资本挺足的，毕竟我现在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下滑的空间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而那个东西牵扯出来的人现在非富即贵，万一……你想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在此期间，我不希望再有任何意外发生，类似于今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别怪我鱼死网破。姐，我去上学。周总，姐，你说。姐，下车。喂，秦律，怎么了？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说。派几个人保护我弟弟。周宗出事了。知道了，谢谢。凡事都没有单方面的付出，我又能给他做些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能惹到您啊？张总，你真的想不起来了？石助理，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你的意思是，我们秦律不辨是非？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什么情况？门锁坏了？会不会是周和锁的？不可能，我的人说了，那个贱人在里面晕倒了已经。那会不会便宜别的野男人？误会，这个事儿真的是误会啊！你是说昨晚在秦家发生的事是吧？我不瞒你，昨晚的事儿不是我主动的，太岁头上动土，那我哪敢呢？都是秦衡秦大少爷施的局，秦大少爷让秦律，难道你对周小姐是秦家少奶奶、二少奶奶？对不起啊！对不起！秦律，是把他扒光了拖出去，还是？我记得他在外面养了个情妇，是吗？是，他太太我有点印象，很泼辣。明白了。张帆在外勤养情妇的事在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据说两人玩得太花，张帆拍了很多裸照。你说要是帅哥腹肌照也就算了，就张帆那个五短身材，大腹便便，油油腻腻，流传出来的照片实在是辣人眼睛啊！他还想占我便宜呢，这是报应来了。他一定是被做绝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恶人自有恶人磨。哎，晴晴做的啊？不知道，你问问呀。哎呦，祖宗，问一下呀，问一下，问一下。张帆的事是你做的吗？分内的事，分内的事，什么意思啊？喂，姐，你跟秦静怎么回事？什么？就刚刚来了几个保镖，说是奉命保护我，我以为是秦衡的人，没想到他们说是秦静的人。哎，我明明记得姐，你跟秦静没有关系啊。你觉得他们兄弟俩比哪个更好？当然是秦静啊，秦衡他连个人都算不上。哎姐，你跟秦静，给你换个姐夫。没别的事，我就先挂了。哎姐，你幸福吗？你选择秦静是不是因为爸的事儿？你没必要这样，邪不压正，法律肯定会给爸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的。或者你等我大学毕业，等我有出息了，到时候……志宗，一个家里活在童话里的人只能有一个，我们已经有妈了。莫宁那边要不老实交代？反正瞒也瞒不过。什么时候的事儿啊？1周前。玩这么野，你就没觉得和和特别道德感？毕竟对方可是未婚夫的堂弟。说什么虎狼之词呢？俗话说得好，烟咬出利去呢，人是要利己的。人利己有什么错？人不利己，天诛地灭，好吗？行了啊你，姐妹，你吃的可真好。哎，那件事真的是秦静做的吗？是。我突然对他的印象好了一丢丢。那我代他谢谢你啊。哟，这就扶上扶谁上了？下午还有2台手术，先走了。哎，我也行。那咱们下次接着聊啊。走吧。不是，呵。二哥，周和你认识吗？都家道中落了，还一天到晚端着架子，以为自己是周家大小姐。你还有别的事吗？二哥，我下周过生日，就在下周6，你会来吗？我没时间，晚上9点才开始，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我很忙。哎，郑小姐，实在抱歉，秦律忙了一天了，该休息了。我就再跟二哥说几句话，不会耽误他太。改天他不忙的时候啊。你找死啊？什么呀？再有下次，兄弟没得做。哎，兄弟没得做，多姐妹也成啊。从今往后，你喊我一声姐姐，我喊你一声好妹妹。至于吗？琪琪，我对郑雪没兴趣。你有没有兴趣不重要，关键是我担着人家表哥的名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被周婆看到了。不是，晴儿，你认真的？再有下次，我把你丢给小白。别，你把我丢给小白，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晴儿，你是什么时候对周和有那种心思的？什么心思？暗恋呀。什么暗恋？当然是你暗恋周和的事而已。没有，我这个人思想封建比较保守，他那晚睡了我，就该对我负责。行，我信。事实就是如此。那晴儿，你打算什么时候
让周河对你负责？尽快吧。怎么？听你这语气，你俩的感情进展不太顺利啊？周河还没跟秦恒姐说婚约。不是，晴儿，感情你现在还见不得光啊！哎，秦老二，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叫你秦老二了，我应该叫你秦小三儿。我刚刚对秦静的印象稍稍有一点改观，他就做出这种有为难得的事儿。别说他们俩清清白白，哎，你刚刚看到郑雪看他的眼神没？腻歪都快能拉丝了。和和，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听到了。那你不气？气什么？我跟秦晋呢，本来就是互助互利的关系。他跟谁有交集来往呢，和我无关。可你们俩怎么说也要结婚了呀？协议婚姻而言，总有一天也会离的。我们呢，不要对不属于我们的人或事抱有不该有的期待，别到最后明明是我们滋生出了妄想，却还要埋怨别人当了负心汉。说到底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秦恒不是好东西，秦晋也不是。说到底就是他们秦家跟上不行。如果是跟上的事儿，那就是祖坟出了问题。好啦，下班晚上去我们家吃烤串。这是彩香一结生死，顶峰相见。哥，谁呀？我去看看。呵呵，吃水果呀，我刚洗的。你才回来啊？没办法，纯牛嘛。你要不要进来跟我们一起吃点？这样好吗？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当然不嫌弃。你好，我叫严磊，关月。坐吧。介绍一下，这位呢叫严磊，在奢侈品专柜做柜员，也是我的邻居。这位呢就是我的同事兼我的闺蜜。你好。能喝吗，老铁？包的。感情深，一口闷，干！这么有福啊！是吧？呵呵，你做菜的手艺真好，以后谁要是娶到你，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在这一刻，我好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完了，这吃货部队又添一枚新成员。吃菜喝酒，越吃越有。喝酒吃菜，青春常在。哟，干杯！来，我再提一句啊。感情深，一口闷，干！哎呀，那个，我去个洗手间，去吧，那边。秦玉，周小姐瞧着挺正常的，没看出生气。你确定？以我做女人的第六感和直观感受，可以确定。不过。前面问这个干嘛？秦律，周河，你是不是压根没想跟我结婚？怎么有一种辜负了秦晋的错觉？秦律，时间不早了，周小姐也要休息，要不等明天你酒醒了再跟周小姐聊聊。啊，周小姐，能不能麻烦您抽1-2分钟时间陪秦律聊聊？能说不吗？有什么话上楼聊吧。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个矿泉水瓶是什么宝贝。你是不是压根不想跟我结婚？你是不是压根不想跟我结婚？又是这个问题。秦律怎么这么晚？今天下午在医院外面看到你了，那个女人那么缠着我，你都无动于衷。还以为他俩郎情妾意。
没想到，我该说什么？说我误会，以为他们俩有一腿，还是说压根就不在乎他身边有没有莺莺燕燕？你先进去吧。我去煮醒酒汤。我来。周小姐，我突然想起我的车门没关，你帮我照放频率，我去就回。醉酒的情境比幼儿园的小孩还难缠。又是哪里惹到他了？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想要跟我结婚。这哪儿跟哪儿啊？秦律，有什么话不妨直说，你这样说一半藏一半，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听不懂。明明是你做错了，你为什么还要大声来凶我呀？你如果真的想要跟我结婚，那个疯女人那么缠着我，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这醒酒汤，它那么的烫，你如果真的把我当做你的未婚夫，难道不是应该喊我和你一块去端它吗？什么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就是那个小人？人家原本只是怕醒酒汤烫到我，我却以为人家是想没事找茬。不是你想的那样。关于郑雪那件事，我以为你们之间是熟人。我们两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开关系，那你跟熟人之间聊天，我自然是不好过去打招呼的。至于你说的醒酒汤这一块，别说你是我未婚夫，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合法的领证关系，我也没有办法很残忍的叫一个醉酒的你来帮忙，你说对吗？果然，人一旦开始撒谎，就会越撒越顺。说的是真的？我这个人从来不撒谎，这句除外。周浩，那抱抱。我就知道，对不起。我习惯在自己的世界，独处是唯一的风景。我是自助的爱你。直到那天我们相遇，命运有了新的轨迹。周小姐，我跟秦律谈完了。这么晚了，真是麻烦您了。客气。秦律，他用过的瓶子你还要吗？哪里有做艺术品的地方，知道吗？我知道，有什么事吗？给我联系大师，让对方把我这个矿泉水瓶做成一件艺术品，价格随他开。哦，是秦律。我到家了。好，早点休息。还没睡？准备睡了。早点休息。你也是。周和，你早点跟秦恒解除婚约。好，我尽快。今天齐谦跟我打电话，笑话我是小三，还嘲笑我身份见不得光。我有没有见过那种反差感很大的人？晴晴怎么了？你别跟我说不是晴晴，肯定是晴晴。何宝，我其实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答应跟晴晴协议结婚，除了互助互利外，跟她的颜值有没有一点点关系？还有她的技术？嘿嘿，再见，晚安。许多话我们慢慢聊，
我们从陌生变熟悉，我听见心跳的声音，爱让我们慢慢靠近，你就像温柔的风，钻进了你妈还好吗？还好，除了你刚被抓的时候，她整天以泪洗面，现在基本可以正常生活。她一直在想办法救你。救我？前2天，秦静来监狱看我，她说了什么？让我安心待着，她会帮我翻案。呵呵，有件事我没跟你提过，在秦衡求娶你之前，其实秦静她也跟我求娶过你。秦静称求娶过你不止1次，不过那个时候我以为她是想借我的事来制衡整个周家，所以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她。呵呵，秦静这个人不是个善茬。你当初为什么执意要我跟秦衡联姻呢？因为她背靠着秦家，有权有势啊，但她没脑子啊。想好了。周小姐怎么猜到是我？我有3个条件。小姐请讲。第一，我要我爸安然无恙。第二，我要知道举报我爸的人是谁，以及他们的身份。周小姐，这个恐怕……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周小姐，你就不怕把我逼得太紧，我对周先生做点什么吗？我这个人向来认命，要是我竭尽全力做了，我爸还是死了，那这是他的命，也是我的命。这几次接触，你让我很刮目相看。我的第3个条件很简单，那个东西我会留备份，要是你们遵守约定，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但要是你们中途反悔，或者想要秋后算账，你担心我们事后找你麻烦？防人之心不可无吗？周小姐跟秦律什么关系？这是我的私事。你不会让秦律对付我们吧？要是我们一拍即合，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容我跟老板汇报一下。好。怎么了？我刚刚去探望我爸，我爸说前2天你探望他，跟他说会帮他翻案。刚刚有人打了通电话给我，他们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需要我帮你调查吗？可以吗？只要你需要。谢谢。赵和，我不喜欢让我的未婚妻跟我道谢。调查结果明晚告诉你。你不是知道那些人要的东西是什么吗？怎么不直接告诉周和？循序渐进，才能循循善诱。怎么，这瓶子上刻了龙脉所在啊？敲你盯了1上午。给我。哎，这么重要？不会是小和和用过的吧？我操，真的？给我。事出反常，必有妖。进，你先忙，我走了。条件石助理跟你聊了吧？聊了。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你去死吧！秦律，你没事吧？出去！你身为律师，竟然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下地狱！你知道他
他对我的伤害有多大吗？你竟然想用5000万买我封口！我不知道你用这种手段买走我多少人，但是在我这里，他行不通。有本事你就杀了我！秦律，放他走，带我去医院。滚！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不会恨你！秦律，对不起，这件事儿是我工作上的失误，跟你没关系。如果我能多留个心，你给周哥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帮我处理伤口。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没事。老板，你的脸色可不像是没事的样子。喂，周小姐。是助理啊，我刚刚在会诊呢，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哦，不是我有事儿，是秦律，他受伤了，现在人在急诊室，正在处理伤口呢。周医生，有事儿？啊，朋友，伤口是硫酸造成的，不算严重，但也不容小视。注意，这些伤口不要碰水，希腊油腻尽量不要吃。硫酸？谢谢，有劳李医生。看够了吗？看够了吗？是助理，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清醒的秦静半点不讨喜。周医生，周医生，我求你帮个忙。你先起来，来，这边。稍等啊。我女儿徐艺的手术安排在下周2，是有什么问题吗？周医生，我听说3号床准备移植的肝脏是别人的器官捐献的，可是我们家许艺的肝脏却要移植他哥的，我就这一个儿子呀。周医生，你能不能把3号病床的肝源给我们啊，移植给我们许艺？哎呦，周医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您得一视同仁啊！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抱歉，我做不到。为什么呀？在许艺准备手术的时候，我们就跟患者和家属都提前沟通过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是你们选择了亲属捐赠。我们当时选择亲属捐赠，那是因为你们告诉我们说有额外的费用。可是我打听过了，移植脑死亡自愿捐赠者的器官那是免费的呀。遗体器官捐赠确实是免费的，但是在捐赠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脑死亡患者的器官评估费用、检验检查、维修、转赠到我们医院的这些费用，这些都是说你，我可不知道这些费用。你大可以去咨询。来人啊，快来看看呀！无良医生！就是这个无良医生坑害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其他医院明明待得好好的，可是那个医院的医生非要让我们来这个医院找她。你们说说，他们是不是有猫腻？他们是不是有勾当？我女儿是原发性肝癌，下周就要做肝移植手术了。器官捐赠明明是免费的呀，可是这个无良医生却告诉我要收费，黑心呀！哎，这位家属，你冷静一点，周医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这位家属，捐赠的器官确实是免费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费用，你不能这样无理取闹啊！我不信，你们都是一伙的，看见没有？没话说了啊，心虚了吧你？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该做的科普我也做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请你出去。如果你还要继续闹的话，那我就报警。
行，你给我等着你！什么情况？你没事吧？我听几个小护士说你被家属找麻烦，怎么回事？生米恩，斗米仇，是那个叫许毅的家属，就是梦莹同情的那个许烨。听说许毅的家属拍了视频，如果发到网上怎么办？那我就复网了。你有毛病啊！哎，秦律，您这点伤其实是不需要住院的。你是医生？去给我办住院手续。啊，是。明明是一份正经工作，却做出了卧底的艰辛，间谍的心酸啊！你人呢？许玉那个家属把录制的视频放网上了，你千万别点进去看啊！键盘侠们骂的可脏，真无语，当初就不该同情他。放心，我没事。呵呵，许玉的事我看到了，真孙子！你当初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帮他转院的，这件事我能辞其咎，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对不起，呵呵，你现在是不是特难过？跟你没关系。刚刚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接啊？刚刚在洗澡。这么晚还不睡啊？发生这种糟心事，谁还睡得着啊？呵呵，对不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毕竟许毅是我塞给你的病人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当初是我自愿生了他，我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风险公道吗？哎呀，呵呵。好啦，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让子弹飞一会儿。可是，你不会现在还留在医院，准备跟许毅的家属大打出手吧？你怎么知道？以你的性格，猜得到。许毅现在的状态呢，或能说命悬一线，但也能说生命垂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你现在去找他们闹，万一许毅发生点什么意外，我们有理也变没理了。那我就这么看着他们颠倒黑白欺负你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络舆论呢，可是把双刃剑，能捅伤我，自然也能捅死他们呀。就让他们闹，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知道这件事儿的人越多，最后知道真相的人也就越多。不然啊，有些人眼盲心瞎，最后还得拿这件事说事儿。呵呵，你真没事儿？真没事儿。比起我爸的事儿来说，这点小事算什么？好啦，关月已经给我打了7通电话了，我得去安抚他了。啊。喂，刚刚梦宁给你打电话了？以他的性子，肯定自责的要死。但归根结底，这也不是他的错。是，这半年你的日子鸡飞狗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能中个500万的彩票，不然真对不起这天将降大人的前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准备睡觉，明天8点10分准时上班。黑的变不成白的，白的也变不成黑的，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了。这样，明天我先去医院探情况，你再去。上次谷歌一闹的时候，门口就堵满了媒体记者，瞎选就造戏。行，听你的。你好好休息啊。需要帮忙吗？不用。赵姐，你明天有时间吗？我们俩见一面。之前就提醒过你，
掉以轻心了。你想让我做什么？我生怕你做什么。赵姐，我爸的事你知道吗？我觉得许毅的事儿我摸着。你的意思是，赵姐，隔墙有耳。我今天请你过来，是想让你帮我演一出戏，一出反间计。你不让我为你发声？对，你不仅不能为我发声，待会儿出门的时候还要假装跟我划清关系，视我为浑水猛兽，避之不及。这样能行吗？能行。赵姐，我知道你为人正直，不会让你忍太久的。最后还得麻烦你为我证明。我恨不得现在就替你证明。现在还不是时候。行吧，听你的。老板，你猜的没错，周和约见了许毅之前的主治医生，瞧着对方一个还没答应周和的请求，离开的时候几乎是用逃的。是吗？老板，我早说过，周和没有那么聪明，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哪有那么多心思？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猜他现在应该是……等人，不接客。我看你前面的显示屏是空车啊。你这个人，上你车的人走了吗？走了。把人给我盯紧了，如果有什么异常，随时给我打电话。是，老板。你想干什么？聊聊。太平盛世啊！没有狗仔，没有，没有八卦满天飞，也没有。媒体这是转信啊？不是媒体那边转信了，是秦晋住院了，而且就在我们科室。你说哪家媒体头铁的敢上门出他的眉头？秦晋住院了，他怎么了？受伤了，伤得很严重。这得问你。问我？秦晋是你的病人，而且还是领导直接安排的。大嫂，大嫂，你来看二哥呀？我跟你说，二哥可想你了。啊，大嫂，我听我妈说你跟大哥的婚礼定在下个月了，你记得请我，我去给你当伴郎。大嫂，你快帮我劝劝我二哥吧，我真没招了。他要再不帮我管那事儿，你看我爸把我打死了。哎呀，大嫂，出去。是，二哥。跑得可够快的。大嫂，嫂子。事情调查怎么样了？事情调查清楚了，无需我们提醒，嫂子已经猜到了。那他的计划是什么？二哥，我问你一件事呗。
具体计划不清楚，只知道嫂子让那个姓赵的医生假装对他避之不及。嘿，刚刚你想问我什么？二哥，我问你会答吗？二哥，我是想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嫂子的？居然藏那么深，纯好奇啊！老葛那边是不是还有笔钱没有要回来？派段军去，他很闲，不用给他加派人手，他一个人能搞定，可以。不是二哥，上次去要账那个人断了一条腿。二哥相信你的实力，谢谢二哥。跟二哥客气什么？老狐狸，公报私仇。这是那个在一起了，他们亲上了吗？亲了。别说啊，当着他们面千万不要说，你知我知啊，千万不能说，保密啊，行吗？那怎么没有包早？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什么时候也得吃饭不是？这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只是饿得慌而已，又不会饿死。你见到晴晴啦？见到了。他住院是不是因为你？他呀，确实有伤。别想忽悠我，我早上去门诊打听过了，他的伤势还没有到住院的地步。你是间谍？我这是身为闺蜜，敢与黑暗势力做斗争，不惜深入虎穴。哎，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是越想越不对劲。以秦晋在京都的身份地位，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你？如果不是一见钟情，那就是深情、长情。我盲猜。哎，停！别盲猜，盲猜呢容易让你盲目。你怎么不相信我啊？不是我不信你，是哎呦啊，没法活了呀！哈哈！哎呦，你们快来看呀！一生爱凑热闹的京都人，我可怜的女儿啊，她命太苦了啊！竟然遇到这么心思歹毒的主治大夫呀！啊，他才17岁啊！这世道啊，有钱人家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啊！他能把有钱的孩子找到移植的根源，轮到我女儿做手术，他逼着我儿子捐肝脏啊！啊！我不是恶毒啊，我不恶毒，我也不是咬着别人家孩子，我就是痛恨我无能，我穷啊，穷人就不该活着啊！这小周医生也真是的，肝源嘛，帮忙找找呗。就是啊，估计是看对方家境贫寒，懒得管吧。来人！又来这套，这次也许不一样啊！这次是直播了呢。他们这是想搞死我痛恨我无能啊！穷人就不该活着呀！阿姨，有什么话我们起来说好。情侣，
等周河这边处理完，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出去。是，千里。啊哈哈！千绿，周小姐那边需要帮忙吗？不需要。是，我相信她的能力。也是，单单凭上次在秦家老宅对付大夫人，就可见一斑。周医生，我求你，求你救救我女儿，行吗？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可是我也没办法呀！啊！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阿姨？许一的手术费、医药费都是我跟我朋友凑的呀，阿姨。你说什么呀你？我如果真的瞧不起你们的话，我要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啊？对不起啊，阿姨，是我们没本事，是我们没凑到啊，收到许一额外的换肝费用，对不起，原谅我吧，阿姨，别说了，你也闭嘴。哎呀，许毅这孩子的医药费都是周医生和他朋友出的，肝源这块那实在没有多余的钱资助了，这就被你反咬一口啊！所以我说嘛，这世道好人当不得呀，这属实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如果不是周医生的资助，这么好的医院你根本就进不来的。可不是嘛，这医院一天费用多贵呀！就是，我操，这是现实版的东郭先生雨棚吧？这一家子是伥鬼吧？人家好心帮忙，他把人家挂网上。之前就想说了，肝脏移植免费捐赠是不要钱，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移植的整个过程也需要一笔不菲的花销的，起码对于我这种穷人是一笔不菲的花销。人家周医生根本就没撒谎。网暴别人的我见得多了，网暴自己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看看，阿姨，原谅我吧，阿姨，真的错，不演了你啊！心太小了，阿姨，你这一阿姨。我早就说过，有些人只是看起来纯良无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明明是你做错了，你为什么还要大声来凶我呀？你如果真的想要跟我结婚，那个疯女人那么缠着我，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哎，小周，可真有你的！刚刚我这一颗心呀，都替你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呀，快别说了，我刚刚都掏出手机准备报警了。哎呀，徐云那家子也真是奇葩，不知道怎么想的。小周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竟然还恩将仇报。我刚才演技是不是特别好？给你个最佳影后，你要不要？这么突然啊，我还没准备好呢。没事儿。徐烨的手术你还做不做？他哥愿意给他捐肝脏，我就做。哎，周医生真是瞎了眼，居然帮扶这么一家子白眼狼。可不是嘛，出钱出力又出人，最后还被挂在网上喽。这个医院原本是给那些非富即贵的人看病的，可是普通病床加起来不到10个。主治医生哪个不是先紧着人家有权有势的人来？也就周医生他们几个能够一视同仁，以后恐怕就难了哟。真是个讨债鬼，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生出你那么个冤家来。没有富贵命，就别的富贵病。我们生你养你，为了你劳心劳神，到最后还得因为你受尽别人的侮辱和白眼。我们生你养你有什么用？你好，哪位？周小姐，
是我。我记得我上次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了，好好考虑，别耍花样。周小姐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许毅家属的事情是不是你们安排的？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如果你们不想承认的话也没关系，想继续玩我也奉陪，毕竟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周小姐，开个玩笑而已。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跟不熟悉的人开玩笑。哦，那我跟周小姐道歉。这次给我打电话是你们考虑好了？哎，没有。周小姐的第2个条件和第3个条件实在是太苛刻，我们老板想让周小姐换一个，2个不够的话10个也行。你们给我设局在先，拒绝我的条件在后，你们老板做人不诚心，也不诚信。周小姐，这个真没有。我的条件没得说。卑鄙的人永远不会按照规矩出牌，得处处提防小心才是。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想要的也都全部如愿以偿，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如果你还在记恨那件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从未后悔过。秦晋，你是个律师，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不用你教我。秦晋，小时候不想管，现在我长大成人，是非对错我自有判断，不用你给我操心。周小姐，啊，石助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爷爷周末过80大寿，你尽量回去一趟。没时间。我是通知你，不是跟你商量。我拒绝了你的通知。有外人在场，我不想跟你吵架，传出去让人笑话。周末我给你打电话。他跟您相比，您才是那个外人。给您好好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未婚妻周和，万安普外科医生。阿姨，妈，你不是一直在教育我，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吗？你多大了？27。父母是做什么的？我爸爸如今在监狱，我妈妈是全职太太。我还有事，晚点给你打电话。我给您好好的介绍一下未婚妻的身份吧。周和，周乐山的女儿。如果我没记错，周乐山的女儿应该是秦衡的未婚妻。现在是我的。秦晋，怎么了？这不是我们老秦家的传统吗？兄弟共侍一妻。和和还未跟秦衡解除婚约，所以她是我未婚妻这件事，还望您保密。走。你想说什么？没有。想说什么，直接说就好。芊芊，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一直活在上一代的阴影里。你就想说这个？即便我们是夫妻，我也不会因为你刚刚说的那几句话而生气。夫妻本就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信任是最基础的，其次，我个人觉得，夫妻关系是人在人生之中最亲密的关系。我的爱人正在被伤害，我应该做的是关心、倾听，而不是不讲道理的责备。我的爱人正在被伤害，我应该做的是关心、倾听。青剑，我知道你刚刚说那番话是为了气阿姨，所以我不会责怪你，你也不需要费心费神的来跟我解释。对了，那件事情调查出来了吗？昨天忘了问你。调查出来了。那些人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份名单。难怪。周和，你看过那份名单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何况我们还是夫妻。没有。我猜测，那是一份贪污受贿的名单，不然周叔叔不会入狱。我想过这件事情会盘根错节，但我没想到影响这么大。周和，万事有我。谢谢。我们两个人之间无需说谢谢。周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喊我秦律或者秦晋？我能不能也不叫你周和？你的意思是？你见过哪对夫妻会称呼对方大名吗？阿静。朋友和家人都叫我呵呵。没有别的名字吗？没有。我的暖暖要快快长大哟。外婆，为什么要叫我暖暖？因为暖是这世间温柔的具象化，不浓烈，不炙热，却能悄悄化掉所有不安，把被在意种在心里。暖暖了，可以吗？现在外面阳光正好，取这个名字也算是给我一星半点的温暖，可以吗？暖暖。随你。我想娶你，仅仅只是想要娶你，跟其他无关，更不是想要利用你报复我。我知道。知道就行了。阿静，你经常会给我一种错觉，你娶我是因为对我有意。在我的世界里，我爱你很久了，眷恋如潮水般，在每一个深夜。怎么没去五官科啊？什么？你眼睛都这样了，还在岗呢，真敬业啊！说点正经儿。
就爱听不正经的人唠正经嗑。你跟晴晴都没结婚呢，就把她的毒舌学到手了。果然，一个被窝睡不出两主人。你跟晴晴就那一次？我们俩是纯合作关系啊！我也没让你参加街道杂志啊。走男人的路，让男人无路可走。聪明的女人，爱和性要分开，懂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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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啊？怎么说？感觉有点危险。你有时间的话，去病房看看许烨。他怎么了？他没事儿，不过我觉得他要有事儿。行，知道。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爸妈呢？怎么留你一个人？他们出去吃午饭了。你吃了吗？我不饿。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周医生，你会不会恨我？是因为你爸妈的事吗？是你教唆他们这么干的？当然不是我。那我为什么要恨你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被他们诬陷。如果即便没有你，他们也会想别的办法来诬陷我的。坏人始终是坏人，坏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做坏事。就算因为某些因素这件坏事没做成，他们也不会就此收手的，而是会转身找别的由头，继续把这件坏事做下去。雪夜，你是你，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放心，我不会是非不分，更不会记恨你。周医生，你说，你不用太把心放在我身上。我知道，我一定会死的。他们不会给我做手术的。许烨的父母从来没想过救他的命，他们想做的是榨干他的最后价值，换一笔不菲的钱。许烨，哎呦，趁我和他爹去吃饭的时间，你想毒害我女儿，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要你偿命！哼，哎呦，让别人看看你的真实面目。上午直播的时候还假装很柔弱呢，现在知道上午你们直播了？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直播啊？我可没有说直播，你别想蒙混过关啊！趁我们两口子不在，你这是，哼！哎呀，不要脸了，人家周医生是来查房的。就是，我们可在一直在看着呢。这周医生没有对女儿说一句重话。活了40年，我见过不要脸的，像你们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人家都说施恩莫忘报，人家周医生是不要你们家回报，但是你们一家子人能不能别恩将仇报啊？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们说三道四吗？我就奇怪了，这姓周的给你们什么好处了？我告诉你们，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一个个休想破坏干预！趁我们两口子不在，你们想恶心了！你个小贱人！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受这种窝囊气吗？你手机呢？怎么不录了？你什么眼神啊？我和你爸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供你穿，我供出个冤家，是不是？周医生没有对我做任何事，他只是来查房，他只是来问我病情，他是个好医生，他对我很好，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对我特别好。他是好医生啊！你个小贱人你啊！我怎么生出你那么个白眼狼啊？你个小畜生！你去妈妈，别打了，不能打了！怎么，我的家事你也要管吗？如果现在帮忙，接下来许毅会遭受更多非人虐待。许毅什么情况？承载了点啊？因为帮我说话，这种出身也配为人母？何哥，你去哪儿啊？帮许毅找干员。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了？李许毅，哥哥跳楼了。他只是来查房，他只是来问我病情，他是个好医生，他对我很好，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张医生，我女儿那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死她呀？啊！我把你放到网上，我是为了想用网络的舆论逼你找到该源而已啊，都是我的主意，跟我女儿没关系，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她恶语相向？你有什么冲我来？当然那么小，我就那么一个女儿啊！你是个杀人犯呀！你给我女儿偿命！你给我女儿偿命！你给我女儿偿命！你想干什么？现在可是法治社会，那么多人看着呢。你知道人和畜生的区别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可报警了。人和畜生的区别在于，根本就不是这副皮囊，而是人有原则，有底线，有条条框框，而畜生没有。周贺，你已经害死我女儿了，你还想害死我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从这儿我也跳下去，我也跳。有的人天生就是坏种。暖暖，我没事了。姓周的，你害死我女儿，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曝光你。我已经报警了，你有什么话，有什么证据，可以等警察来了好好说。至于你刚才对周医生说的那些话，还有你在网络上散播有关周医生那些谣言，我们会对你提起诉讼，告你诽谤。走，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去咬狗，也不能期待它会变好。正确的做法是把它送进屠宰场。见过不爱子女的父母，像这种直接把自家孩子逼死的，还是第一次见。
许玉那孩子真是倒霉，竟然遇到这种父母。我听说他们两口子之所以这样闹，是自己儿子要结婚了，想讹点钱给自己儿子结婚用。都什么社会了，竟然还有这样重男轻女的人！这太没有。楠楠，我刚刚差一点就想杀了他。我知道。他现在才16岁，他都是因为替我说话才爱他。我以为我只要不插手，躲着点，他就不会爱我。我原本还在帮他找个人。相公，命运的相遇错过注定，寻找不代表被吸引。许毅的死跟你无关，在他没有帮你说话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在挨打、挨骂。我知道这对于你而言，因为那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就这样在你面上画上了句号。但这或许对许毅来说，不算是一种解脱呢。不要在许毅的身上找你自己的影子。他是他，你是你，你有我。你还好吧？我刚刚去找你没找到。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伙都看着呢。我听说你刚从病房走出来后，许毅就跟他那双无良父母吵了一架。你吵架的内容真的是……许毅的尸体抬到太平间了。何哥，我没事。无良医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站在那么高的道德制高点，是不是有点高处不胜寒？什么孤儿寡母的，他们家那2位皇位继承人被你灭口了。现在医生就是这样，只认钱不认人，什么垃圾的人品，没法说。早知道当初去做模子了，模子只需要被人点，做医生则需要被一群傻叉指指点点的。哎呦，看着这母女我都感觉心疼。不管怎么说，这个医生做到这个份上，实在太恶毒了。谁有这位母亲的联系方式？我想给她力所能及捐点款。自家祖坟哭明白了吗？就来哭乱葬岗，要求自己父母对你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刷视频刷到一个网友让你伤心大起。说主任，什么？刚刚店长那边亲自来电话了，担心许毅的事情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想给你放假1周，让你好好休息休息。你看你这边，好。小波。我也放假。不是，你写一封检讨，院长那边收到了很多举报信。身为本院的医生，你怎么可以毫无素质，肆意辱骂他人？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3斗米折腰。小周，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最好让秦家那面给你安排一个保镖，不要掉以轻心。现在这人，知道。谢谢主任。瞧见没？
你有秦家做靠山，就是那副嘴脸；我身后孤立无援，就是另一副嘴脸。你做什么了？没啊，我能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背着我舌战群儒了？为姐妹两肋插刀，这不是身为闺蜜的我应该做的吗？谢了，别整这么肉麻，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种我只为了友情，你却要跟我发展成爱情的错觉？黏黏糊糊，拉拉扯扯，你想多了。喂，哦，我马上过来。行，我先走。你现在什么情况？需不需要我站出来为你说话？赵姐，暂时还不需要，谢谢。都这个时候了，还不需要？你听我的。我跟你说，你如果用得着我就说，别怕连累我。我这个人向来不怕那些网络舆论，我压根儿就不上网。放心，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一定跟你说。行。钟医生，在你看到这个日记本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钟医生，首先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从一开始就骗了你，一切都是阴谋，从我最开始接近你就是阴谋。我爸妈没想过给我治病。他们只是想借着我的病赚一笔钱，因为有人跟他们俩说，只要能把你拖下水，就会给他们一笔钱。郑医生，你知道吗？我13岁来初潮才吃到第一个鸡蛋，我爸妈很高兴，我以为他们终于心疼我了。可在初潮5天后，我们把村里一个老黄滚在了我家里。郑医生，我想过死的，别人确诊癌症的时候是什么心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确诊的时候我欣喜万分。那天从医院出来，看着3个像畜生一样的家人，我觉得天都格外蓝，蓝得像大海，让我高兴。周医生，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很蠢，因为看似刚冷，实际上太善良了。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设局陷害你的陌生人，你竟然心生怜悯。周医生，你知道吗？在我听到你说不恨我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刀割我都难受，我对这个世界失望极了。但是我对你一点都不舍。你跟梦莹姐是我这段在人生里遇到过的最好的人，我不想让好人失望。周医生，笑着说再见，背后声说抱歉，你听不听得见？嫂子，嫂子，我叫段军，是二哥的保镖。嫂子，二哥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派我来保护你。麻烦你。那我先在外面等着。谢谢。现在心情好点了？晚上方便吗？我过去跟你谈点事。方便。
段先生，你保护我是日夜守在这里，还是……嫂子，我在你对面租了房子。你租了严磊的房子？对啊。我租了他家客厅。还能这么做？昨天着急上班，忘了把钥匙给你。你看我这事儿办的，还真是抱歉哈。没事，以后我们就是舍友了，相互关照啊。那是必然的。呵呵，你今晚准备吃什么啊？我能不能来蹭饭？可以啊，不过我还没买菜。没事儿，我买。行，那你买你喜欢的，我做。嗯。段先生，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啊？方便吗，嫂子？方便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走吧。你们俩先坐，我去给你们俩倒杯水。我活这么大，很少佩服别人。我？你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前任忘不掉，现任也喜欢，还想结识新人。没办法，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有爱人的能力。小段长得好像大学生啊，是还在念书吗？这个我不念书，我是杀手。原本我也不想走这条路，打小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人不能这个样子的。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自控能力不好，就责怪生存的环境啊。如果没有老娘养你，你早饿死了。呵呵，我如果是一个男人，一定娶你做老婆，然后跟着我颠沛流离，提心吊胆。跟心爱的人在一起，颠沛流离也好，提心吊胆也愿意啊。别胡说八道。晚上想吃什么？我不挑食。好吃吗？甜，像你一样甜。你买这么多？不是我买的。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所以我也买了一些，应该是我们俩买的一起的。关月？不是，是另一个朋友，是个律师。早知道今晚就不蹭饭了。我去做饭。来，走吧。二哥，事情说明是嫂子非得留我吃饭，不是我死皮赖脸非得留下。他一个人做4个人的饭，我盛情难却啊！你尸骨难足。KO 段先生，辛苦帮我开下门吧。二哥，这么喜欢吃啊？怎么不去当厨子？那个，
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客厅了。这么喜欢做菜？你跟他们俩熟吗？就给他们俩做菜吃。看样子是没听到。不是给他们俩做菜，是晚上我自己也要吃饭啊，多一个人偷生筷子的事。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需不需要抱抱？明明伪装得很好，严磊和段君都没看出来，他是从哪里发现了端倪？我對焦他的愛，對慢了，愛人會失去可愛。記低這感慨，世事變，有沒有將你掩蓋？只一格經典的偶遇已不再。休假了，你是不是想要做点什么？盡量框住目前。说呢？我要你说。留住溫度、速度、溫柔和憤怒，迎住今日怎樣好？捉緊生命濃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態度，留下浮光，掠影飛舞。赫赫，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有吗？把芒去掉。烫手。估计是厨房太热了。凡事不能看表象。你以为的谦谦君子，或许其实是老狐狸。你是说？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晚安。喝水吗？喝了。这水是冰的，身为医生，你知道的。最近压力这么大，要不要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分散一下？比如接吻。Baby by my side, baby by my side. You say you love me, oh, I don't think about you. 除了你，我一
所有纷乱的情绪被呼吸。这个水杯是钱静用过的。今天不行，时间不早。我知道。早点休息。不送一下我？哦。暖暖，我不管你是怎么界定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夫妻这种关系，对外一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明白。我对自己人一向不错，所以你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要张开我怀抱，变成你城堡，只有你是我的解药。哎，卑鄙！跟老娘斗啊？你还嫩了点儿。有本事你再跟我打一场。你说打我就打，我又不是幼稚园小朋友。你们瞧了吧，许玉那个丧尽天良的父母在直播啊！哼，满嘴谎话，真不知道他们俩是认真的还是精神出现了问题。许一是我的小女儿，我跟她爸从小就特别疼爱她。说起来，也是我们把她惯坏了。打小她要天上的月亮，我们绝不给她星星。虽然生活在我们这种不太富裕的家庭里，但是我们也把她宠坏了，让她受不了一点委屈。说起来也怪我们把她惯坏了。郑医生，你知道吗？我13岁来初潮才吃到第一个鸡蛋，我爸妈很高兴，我以为他们终于心疼我了。打小他要天上的月亮，我们绝不给他星星。别人确诊癌症的时候是什么心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确诊的时候，我欣喜万分。那天从医院出来，看着3个像畜生一样的家人，我觉得天都格外蓝，蓝得像大海，让我高兴。人这一辈子不能总做对的选择，有时候也该做点让自己快乐的选择。许烨，爱是一步一步坚强，奋不顾身的绽放。谢谢。不用谢。老板，你知道许烨吗？我到了。老二，人常说生理性喜欢就是精准的找到你的报应，你猜周和是不是你的报应？是又怎么样？啊？我甘之如饴。你之前不是说不喜欢啊？
我现在说喜欢了，还不喜欢？你就认栽吧。喜欢太浅，爱才会重。我惦记他10几年，不是一时兴起，是非得。我找到证据了。回头，我就在你身后。我习惯在自己的世界，独处是回忆的风景。我从没想过会是你，命运有了新的轨迹。你就像温柔的风，装进了我的怀里。冥冥之中爱有天意，故事最后写的是你。我们像两颗偏离轨道的星，偏偏在银河的褶皱里相遇。爱是一念惊醒，早预言了结局。我们像两颗偏离轨道的星，偏偏在银河的褶皱里相遇。爱是一念惊醒，早预言了结局。